全世界最爱干净、最长寿的日本和韩国，胃癌发生率偏偏是欧美的5到6倍。日本每10万人 27.6 例，欧美不少国家只有4到6例。而凶手不在医院，在餐桌上。这是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的数字，只看男性更夸张。日本男性 40.9 例，韩国 38.4 例，蒙古更冲到53例上头。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叫做胃的袋子，凭什么东边的人比西边多出5倍、6倍，甚至7倍？我们今天不谈玄的，我们摊开一张地图，一张很少人认真看过的地图。这张地图叫做世界胃癌分布图，统计单位把每个国家的发生率换成颜色，数字越高，颜色越深。颜色最深的那一块，不是非洲，不是南美，也不是北欧，是东亚，日本、韩国、蒙古、中国，连成一整片深色。2022年，全世界大约有96万8千个新诊断的胃癌病例，66万人因此过世。东亚一个地区就占了全球病例的3%，全世界的平均发生率是每10万人 9.2 例。东亚这几个国家等于是踩在平均线的3倍上头。问题来了，这张地图颜色最深的地方到底深在哪里？我们把地图再放大，放大到看得见街道，看得见房子，最后看得见一张桌子。答案就在那张桌子上，不是在医院里，不是在实验室里，是在每天晚上6点半一家人坐下来的那张餐桌上。这张餐桌上摆着3样东西，一碟腌制的小菜，一壶刚端上桌还在冒烟的汤，还有一个看不见却可能已经住在很多人胃里几十年的老房客。这3样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追的3条线，我们把它叫做餐桌上的3条线。先说第一个，大家最容易想歪的地方。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东亚人是不是基因就比较弱，天生胃就比较容易出事？这个猜测听起来很合理，毕竟颜色最深的就是这几个黄皮肤的国家。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真正打脸基因说的是一群搬家的人。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日本人移民到夏威夷，移民到美国西岸。研究人员追了好几十年，追出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第一代移民过去的日本人，胃癌发生率还是很高，跟留在日本的同乡差不多。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2代、第3代，胃癌发生率就一路往下掉，掉到接近当地白人的水准。基因没有换，换的是冰箱，是超市，是早餐，吃什么，是汤，用多少盐。同一批人的后代换了一张餐桌，胃癌的几率就换了一组数字。所以地图上的深色不是刻在血液里的，是摆在碗盘里的。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把碗盘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看。第一条线是盐。2018年，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与美国癌症研究院整理了全球的研究证据，做出一个判定。他们认定用盐保存的食物，包括盐制的肉、盐制的鱼、盐腌的蔬菜，是胃癌的强证据风险因子，而且吃得越多风险越高，是有剂量关系的那一种。注意这个用词，不是可能，不是也许，是强证据。而且这份报告特别注明，证据主要来自东亚的研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为什么是日韩？因为他们的餐桌上盐的密度实在太高了。有一份被引用很多次的统计显示，韩国人平均每天吃进去的盐大约 13.2 公克，日本人大约 12.4 公克。世界卫生组织给成年人的建议是一天不超过5公克，换句话说，那是建议量的2倍半。我们把它拆到一道一道菜上面就更有感觉。有分析指出，50公克的泡菜大概含 0.4 公克的盐，200毫升的大酱汤含盐量接近3公克。一碗大酱汤下去，一天的建议额度就用掉60%。而在韩国，汤是每一餐都要有的东西，不是偶尔。日本那边也差不多，味噌汤、酱菜、明太子、盐制鲑鱼、干货，全都是靠盐撑起来的味道。我们给这一整类东西取个名字，叫做咸味的时间胶囊，因为它们原本的任务本来就不是好吃，而是把时间封起来。你可能会问，盐到底怎么伤胃的？毕竟盐不是什么化学毒物，我们每天都在吃。答案分成2层，
二层都跟胃壁上那层粘液有关。胃里面本来就有胃酸，强到可以化开食物，胃自己没被消化掉，靠的就是胃壁上那层粘液，那是一层很薄的保护膜。第一层机制是高浓度的盐会改变这层粘液的粘稠度，让保护力下降，胃黏膜直接暴露在酸和其他物质底下。黏膜受伤就要修，修就要细胞快速更新，细胞更新的越频繁，出错的机会就越多。第二层机制更关键，研究认为高盐环境会让某一种细菌住得更舒服，更容易定植下来。那只细菌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第三条线。所以盐和细菌不是二件事，它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前后段。除了盐本身，腌制物还带着另一个包袱，腌制、烟熏、干晒过的肉和鱼容易含有亚硝酸盐这类前驱物质，这些东西进到胃里，在酸性环境下可能转变成 N 亚硝基化合物。国民健康署曾经对外提醒过，长期吃高盐又腌制的食物可能让胃癌风险增加接近2倍。也有统合分析指出，每天多吃30公克左右的加工肉品，胃癌风险大概会多出1/5上下。30公克是多少？差不多就是一根小香肠，或是2片薄薄的火腿。讲到这里，我们要先帮腌制物讲几句公道话，不然就不诚实了。亚硝酸盐在加工肉品里不是坏人客串，它是有正职的，它可以抑制肉毒杆菌，那是一种致命性很高的细菌。食品厂的前员工在受访时提过，这东西的添加量在厂内是被严格盯着的，因为加太多会直接踩到法规红线，加太少又怕保存出事。各国法规都有残留量上限，台湾也有。业者的说法通常是只要在合法容许量之内使用就是安全的，这一点必须说清楚，不然就变成乱扣帽子。真正的争点从来不是某一包香肠有没有超标，而是整条供应链的逻辑。有做过通路的人在论坛上提过一个角度，一项商品要能铺到全台的货架上，它就必须撑得住运送，撑得住上架，撑得住卖不完再放几天。撑住这些的方法长年以来就是那2样，盐和保存剂。这不是谁特别坏，这是一整套物流条件反推回去的结果。所以问题其实不在偶尔吃一次香肠，而在频率，是天天吃，餐餐吃，30年不间断的吃。剂量关系这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要问第2个问题了，东亚人为什么要把食物泡在这么多盐里面？这就要讲到供应链的来龙去脉了，而且答案跟口味没什么关系。在冰箱出现以前，人类保存食物只有几招：晒干、烟熏、发酵，还有腌制。日本冬天长，韩国冬天更长，地上不长菜的那4个月，要活下去就得靠秋天腌好的那几缸东西。韩国的泡菜，日本的置物，最早都不是配菜，是主粮的一部分。一整个冬天的维他命和纤维都靠那几缸撑着。也就是说，咸味的时间胶囊救过非常多人的命，它是一个生存技术，不是一个坏习惯。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20世纪中期，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东西进场，直接改写了这张地图。那个东西不是药，不是疫苗，也不是医院，是冰箱。有研究整理过，日本家庭电冰箱的普及是在1960到1970年之间快速冲上来的，而日本的胃癌发生率差不多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一路往下走。意大利的曲线更早10年，家庭冰箱在1950年代初期还很少见，10年后几乎家家都有。而意大利的胃癌率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后来有人把全球的观察性研究做成统合分析，结果显示有使用冰箱的族群胃癌风险大约低30%。美国的例子最戏剧化，20世纪初期，胃癌一度是美国男性最主要的癌症死因之一，数字高得吓人。然后它就这样一路掉，一路掉，掉到今天连前5名都排不上。美国没有为了胃癌做什么全国大筛检，也没有推出什么神药，他们做的事情是家家户户买了冰箱，超市开始卖新鲜蔬果，腌制食物从主食变成了偶尔的配菜。这是一场没有人计划过的胜利。医学界后来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非计划性的公共卫生成就。我们把这件事讲白一点，
西方国家的胃癌地图之所以褪色，很大一部分不是靠治疗，是靠保存方式换了一轮。那日本和韩国呢？他们也有冰箱，而且冰箱多到有专门放泡菜的那一台。问题是，冰箱换掉了保存的需求，却没有换掉口味。当一种味道被吃了300年，它就从生存技术变成了文化认同。泡菜冰箱的意思不是不吃泡菜了，是把泡菜保存得更好，吃得更久。这就是为什么日韩的胃癌曲线虽然在降，但降到今天还是稳稳挂在世界前段班。台湾自己也走过同一段路，只是我们常常忘记560年前的台湾家庭，厨房后面几乎都有几个坛子，菜脯、豆腐乳、咸鱼、酱瓜、樱瓜全都是靠盐把时间封住的。那个年代冰箱是奢侈品，一台的价钱可以抵掉好几个月的薪水。没有冰箱的家庭靠的就是那几个坛子过日子。后来冰箱进了每一户，冷冻柜进了每一户，超市的生鲜柜开到街角，台湾的胃癌发生率也一路往下走。可是那几个坛子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记忆里的味道，变成早餐桌上一定要有的那一小碟。好，第一条线走完了，我们回到那张餐桌，看第二样东西，那壶还在冒烟的汤。2016年6月，国际癌症研究总署开了一场很多人记得的会，成果整理成第116号专论。那次会议最出名的结论其实是帮咖啡平反，咖啡从原本的可能致癌名单上被移除了。可是同一份报告里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当时被媒体标题压得比较小声。工作小组认定饮用超过摄氏65度的极热饮品属于第2A 类，也就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证据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些习惯把饮料喝得非常烫的地方来的。伊朗、土耳其、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有南美洲喝马黛茶的族群。南美那边的马黛茶常常是接近70度就往嘴里送。在这些地方，研究发现一件很一致的事，饮料喝得越烫，罹病风险越高，而且是随温度往上叠。报告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关键，真正有问题的不是那杯饮料本身，是它的温度。同样一杯茶，放凉了喝跟烫着喝，被放在完全不同的风险格子里。然而故事到这里又翻了一次，而且这一次是往我们自己脸上翻。因为那份报告讲的主要是食道癌，不是胃癌。食道是一条没有胃那么耐操的管子，它没有厚厚的粘液保护层，滚烫的液体一路冲下去，最先受伤的就是它。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喝热汤直接会得胃癌，那是把话讲太满了，证据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滚烫这件事在东亚的餐桌上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几乎永远跟另外2条线绑在一起。那壶冒烟的汤本身就是咸的，韩国的汤饭是一整锅滚着端上桌，日本的味噌汤是热的，台湾的火锅和药炖排骨也是烫的，高温加高盐一起淋在同一片黏膜上，这才是东亚餐桌真正的组合技。台湾人对这个组合一点都不陌生，冬天的姜母鸭、羊肉炉，汤是一路滚着喝到最后的。热炒店的酸菜白肉锅，那个锅子底下的炉火根本没关过。喝茶的长辈，茶壶一冲开就往小杯子里倒，烫到要用吸的那种。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是趁热吃才不会伤胃，而那份国际报告画的那条线讲的正好是相反方向的事。这里要讲的公平一点，喝热的本身不是罪，冷的东西吃多了对某些人也不舒服。争议的关键字始终只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高低，不是热或不热。而且滚烫还牵出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动作，那个动作叫做共食。一锅汤放中间，大家把自己的汤匙伸进去，一盘菜摆中间，每个人的筷子都在上面翻。长辈把食物含在嘴里吹凉，或者用自己的筷子夹给小孩，这在很多家庭里是爱的表现，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3条线，唯一一条会传染的线。我们来讲那位老房客。1982年，澳洲有2位研究者，一位是病理科的罗宾·华伦，一位是年轻的内科医师巴里·马歇尔。他们宣称在胃里发现了一种细菌，而且主张胃溃疡跟这种细菌有关。当时整个医学界的反应是什么？是笑。因为那个年代的教科书写得很清楚，
胃酸强成那样，没有细菌活得下来。医界普遍相信溃疡是压力大，是吃太辣，是个性紧张。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只是2个外行在胡闹的时候，马歇尔做了一件今天绝对过不了伦理审查的事，他把培养出来的菌液自己一口喝了下去。几天之后，他开始恶心、呕吐、口臭，胃镜下看到明显的发炎，他再从自己的胃里把同一种细菌培养出来。2005年，这2个人拿到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个被嘲笑的假说变成了教科书的新章节。那只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今天叫它胃里的老房客。它是老房客，因为它多半在很小的时候就搬进来了，然后一住几十年，不吵不闹，没有房租，也没有症状。1994年，国际癌症研究总署把它列为第1类致癌物。第1类的意思是对人类致癌的证据是确定的。有多确定？台湾卫生单位对外说明时提到，胃癌大约有8到9成跟这只细菌的感染有关，感染者得胃癌的风险比没有感染的人高出大约6到10倍。现在我们把3条线放到同一张桌子上，盐把黏膜刮伤，让保护层变薄，同时也让老房客住得更舒服。滚烫的温度反复刺激上消化道，让修复动作不停重复。老房客在里面待了30年、40年，让发炎变成慢性的，让胃黏膜一层一层萎缩。3条线交汇的那个点，就是地图上颜色最深的那一块。我们再问一个很多家庭都碰过的问题，为什么胃癌常常一家好几个人？爸爸得过，叔叔也得过，然后家里的人开始紧张，觉得这是家族遗传。哪知道这个推论又被研究整个翻了过来。研究指出，这种家族群聚有很大一部分不是靠基因传下来的，是靠一起吃饭传过去的。同一锅汤，同一副筷子，同一套口味重的家常菜，老房客就这样在一家人之间搬来搬去，顺便把重咸的习惯也一起传承了。所以当家里有一个人验出感染，医疗端通常会建议一起处理，因为那不只是一个人的事。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日本和韩国应该惨不忍睹了吧？错了，这里是整个故事最反直觉的一段。日本从1983年开始把胃部的检查正式放进国民癌症筛检计划里，后来胃镜的比重越来越高。有资料指出，日本1年做的胃镜检查以1000万例为单位在跑，覆盖率高到让很多国家看了说不出话。韩国走得更彻底，40岁以上的民众被纳入固定周期的胃部筛检，胃镜成了中年人的例行公事。结果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一组数字。在2019到2021年这一段的统计里，胃癌的5年存活率，日本大约1/7，韩国大约5/7。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大约是5/3。同样叫胃癌，同样一张诊断书，活下来的比例差了整整40个百分点。差别不在药，差别在被抓到的时候，它长到哪一步了。早期发现的胃癌存活率非常高，等到扩散出去，数字就整个垮下来。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连锁效应，当一个国家有1半以上的中年人都做过胃镜，医师看过的早期病灶就多到不可思议，看得多，眼力就练出来了。日本的内视镜医师之所以能在黏膜上认出那一小块颜色不太对的地方，是被几十年的检查量喂出来的。这是一个会自己滚雪球的系统，筛检多，抓到的早期病灶多，处理早期病灶的技术就越纯熟，存活率就越漂亮。反过来说，一个很少做筛检的地方，医师大部分时间看到的都是已经很明显的病灶，那个眼力是练不出来的。所以日韩的成绩单长这样，发生率世界前段班，存活率也是世界前段班。他们没有办法马上改掉300年的口味，于是他们改了另外一件事，把发现的时间往前拉。好，地图看到这里，我们终于要问那个最靠近自己的问题了。台湾在这张地图上站在哪个位置？答案是我们的颜色比日韩浅，但比欧美深，我们就卡在中间那一段。具体的数字是这样，台湾每年有超过4000人被新诊断出胃癌，每年有2000多人因为胃癌过世。在国人10大癌症死亡原因里，胃癌常年排在第8名上下。它不是声量最大的那个癌症，
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榜单。再看一个更贴身的数字，台湾20岁以上成年人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盛行率大约是3成。3成是什么概念？换算下来，全台大概有600万名成年人的胃里住着那位老房客，而其中绝大多数人这辈子完全没有感觉。你可能会想问，既然没感觉，那是不是就代表没事？答案刚好相反。老房客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他安静，胃痛的人反而会去看医生，会被安排检查，那条路是通的。真正被漏掉的是那些几十年来胃都很好，从来没有不舒服，也就从来没有理由去做任何检查的人。存活率这边的落差也很清楚，第0期和第1期发现的胃癌5年存活率可以到75%以上，到了第4期就掉到不足1成。同一个病早几年和晚几年被发现是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然而台湾这张地图上有一个小点的颜色，在过去20年里整个退掉了，那个点叫马祖。2004年台大医疗团队在马祖启动了一件当时听起来很像实验的事，把当地居民做全面筛检，验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就给予除菌治疗。当年的数字有多惊人？马祖成年人的感染率是4%，10个人里面6个多，胃里都住着同一位老房客。5年之后，当地的消化性溃疡发生率下降了大约7成，12年的追踪下来，胃癌发生率下降了大约5成。20年后回头看，当地感染率从4%掉到1成上下，胃癌发生率下降超过5%。2021年那一整年，当地只出现1位胃癌病人。这份研究在2023年登上国际期刊，被当成人群层级预防的一个标杆案例。马祖那几个小岛证明了一件事，3条线里面至少有1条是可以在几年之内被拔掉的。也因为马祖的成果，台湾的政策动了。从115年起，公费补助扩大到全国45岁到74岁的民众终身有一次免费的粪便抗原检测，用来检查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流程没有想象中可怕，带健保卡到有提供癌症筛检服务的医疗院所领取采检套租，回家采检，再把检体送回去，不用先照胃镜。这一点对很多怕胃镜的长辈来说，是门槛整个降下来了。健保这边也松绑了，过去的规定是感染者必须同时合并胃溃疡才给付除菌药物，现在放宽承验到感染就可以用药。也就是说，过去那道卡住很多人的门被打开了。那我们回到餐桌前面摊开的这张地图，最后要落到3件可以动手改的事。第一件事是把注意力从单一食物移到频率上，没有人要你从此不准吃泡菜，不准吃酱瓜，不准吃咸鱼，这不切实际，而且那些是我们的味觉记忆。重点是那句剂量关系，1周吃1次的酱菜跟每天3餐都有腌制物摆在桌上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有超市员工在网络论坛上分享过一个观察，真正的高盐陷阱不在腌制区，在调味料区和加工肉品区，因为那些是家家户户天天都会用到的。所以与其纠结某一样食物，不如做一件更简单的事，翻过来看那个钠含量的标示。国内的建议是成年人1天的钠摄取不要超过2400毫克，换算成盐大约是6公克。而历次国民营养调查都显示，各年龄层普遍超标，而且是男性多于女性，年轻人多于老年人。有几个年龄层的男性每天的钠摄取量接近建议上限的2倍，一碗面的汤喝完，可能就把1天的额度用掉1大半。这是我们最容易改也最容易忽略的一段。第2件事是那壶汤等一下再喝。国际癌症研究总署画出来的那条线是摄氏65度，这个温度说高不高，说低不低。食物上的判断方法很土，但很好用，能一口喝下去不觉得烫的，多半已经降到65度以下了。刚从锅里舀出来的汤，通常在80几度到90度之间，放个几分钟，或者换到浅一点的碗，温度就会掉下来。我们这代人从小被教的是趁热吃，凉了对胃不好。这句话在冬天的乡下有它的道理，但那条65度的线是后来才被画出来的。同一壶汤，早喝3分钟和晚喝3分钟，
在证据上是2个不同的格子。顺便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起做，就是公筷母匙。这不是嫌弃谁，也不是不亲近，这只是不让那位老房客有机会换一个房子住。第3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去验那一次。前面2件事改的是环境，这一件事处理的是那个已经住进去的房客。45到74岁符合资格的民众，现在有一次公费的粪便抗原检测。这件事的门槛低到很多人是趁着回诊顺手办完的，验出来是阴性，那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安心；验出来是阳性，也不代表就会得胃癌，只是代表这位房客该请他搬家了。除菌治疗通常是一段疗程的抗生素组合，疗程结束后要再回去确认有没有清干净，这一段一定要由医师评估，因为药物组合、抗药性、既有病史都要考量。如果本身有长期胃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黑便、吞咽不顺，那就不是等筛检的问题了，那是应该直接找医师安排检查的讯号。还有一件很多家庭会忽略的事，既然这位老房客是靠共餐传染的，那验的时候最好一家人一起验。一个人清干净了，同一张餐桌上的其他人还带着，过几年又搬回来，那前面的工都白做了。我们把整张地图收起来，重新看一次，颜色最深的那一块之所以深，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比较倒霉，也不是因为血液里带着什么诅咒，是因为那里的冬天很长，长到必须用盐把秋天封起来，是因为那里的汤要滚着上桌才算诚意，是因为那里的一家人共用一锅菜，每一条线的起点都是善意，是为了活过冬天，是为了让你吃得暖，是为了把最好的那块夹给你。而我们今天能做的，只是把这几份善意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少一碟烟的，多等3分钟再喝，还有那一次10分钟就能办完的检验。那张餐桌不用换掉，要换的只是桌上那3样东西的比例。现在把画面停在晚餐桌上，汤刚从锅里倒出来，盛在那只用了很多年的白瓷壶里，壶口还在冒烟，一缕一缕往上飘，旁边摆着一碟腌瓜，一双一直在夹菜的长筷子。窗外天已经黑了，屋里的灯是暖的，锅还在灶上小小的滚。这一桌菜味大过一整个家，它不是敌人，它从来都不是，只是那壶汤可以再等3分钟。